안녕하세요，大家好，我是尼路。年末将至啊，3月大作的发售日期啊刚好卡到了，所以今天挑了几款可以陪你过年折价要够多的游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第一款扣押第二代，原价172打17折是29块台币 ，Steam 的评价是2500篇的96%，压倒性好评，促销于1月27号截止。这是一款像素风格的横向解谜恐怖游戏，在金钱和地位中，良心真的重要吗？游戏一代的男主角工作是房地产公司的打手，在执勤的过程中遇见孤苦无依的老太太，或是居无定所的流浪大叔等等，即便对象是无处安身的贫穷人家，他都还是会铁下心来把他们赶走。而在前作的结局之后，主角因为良心过意不去，最后选择了举枪自尽。奇怪的是，他在二代因为不明原因在长椅上醒来，在眼前的是一位希望主角可以找回自我的老人家，而这个世界可以和拟人化的情绪交流，进而展开一段可以给玩家很多省思的奇怪旅行。画面的光影效果让剧情很有渲染力，耐人寻味的剧本搭配毛骨悚然的音乐以及突如其来的音效，增加了很多在游玩过程中的紧张感。不过由于这个画面效果真的是有点做得太强了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蓝绿色调中，很容易带给玩家一种阴郁的感觉。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类似前往地狱反省的特殊题材，那这款非常推荐。老司机们肯定都知道最近医院类型的里番有哪一部吧？没错，就是少数能把观众身心都责任到够彻底的炸 J 病动。抱歉，没办法讲全名。这次要介绍的游戏《病房医事》也是源自于同一部漫画，所以各位玩家们要有点心理准备了。故事开头，主角从楼梯上摔倒，双手裹满石膏，住进医院。奇怪的是，他本身就有一种无法治愈的怪病，每3个小时不解决一次，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产生超越10级的生理剧痛。好死不死，现在手就跟哆啦 A 梦一样，根本无法治理。好加在的是，院方可以帮忙解决这方面的需求；坏加在是医院里的护士啊，全都是恶名昭彰。这游戏有收录非常多漫画的内容，所以剧情啊是非常的曲折离奇。能接触的不只有4名护士，还有吸尘器跟电钻。没错，你想不到的、想得到的都不要太意外。4大护士的性格各有不同，其中丽花我真的觉得算是最有良心的人了。她原先算是一个和蔼可亲、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大姐姐，因为在职场上的种种不顺，才让她变成现在这种厌世的模式。至于怎么样的不顺，跟其他角色的心路历程、黑暗到极点的被动式人渣互动，就等大家来自己摸索。但能不能唤醒姐姐们的真善美？想活命的就听我说结论，不想被剧透的可以直接快转8秒钟。答案是不可能。不要幻想他们能回到从前善良的样子，即使你看到一丝丝希望，都不要幻想。这部作品完完全全的就是 for 抖 M 们的客群，细节、黑暗题材、腹黑剧情、沉浸感、配音都超级到位。市面上能做到这种程度啊，真的是一只手数得出来。目前实际上面有2个版本，我比较推荐新发售的潜藏邪恶老鸟护士的住院生活。它的剧情相较于第1代更加的曲折，反转也比较多，而且互动的方式也不像以往只能完全的被动，让你更能够体验到这些角色的不同面向。更厉害的是，除了主角群之外，还把很多可爱的路人角色通通牵扯了进来。如果你觉得听起来很特别，想试试看，但接受不了被虐，那就买 Steam 的玩什么都不要装的儿童版。但假如你是这个游戏的客群，那它有反核睫毛可以到 Jorin 安装，特价期间到1月26号。有兴趣的玩家们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连结，前往 Steam 加入愿望清单。再来是雅痞西魔，原价288，打4折以后只要115块台币 ，Steam 的评价是4500篇的95%，压倒性好评，促销于1月28号截止。虽然画面是可爱的16位元 2D 像素风格，但是它也跟前面那一款一样，是恐怖解谜冒险游戏。雅痞是一种次文化，指的是一些想利用有限经济提升自己品味的年轻人。游戏设定在90年代的反乌托邦社会，主角布莱恩没有读大学，也没有工作经验，却收到了知名大企业的就职邀请。身为一位初出茅庐的雅痞青年，他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。但入职后的第一份工作却是掠杀女巫。为了完成这份工作啊，玩家要探索公司的大楼，收集道具，躲避在这场冒险中遇到的超乎常理的诡异生物，并收集线索，解开集团和女巫之间的种种谜团。那里面的场景是蛮多样化的，玩家可以搭乘电梯更换楼层，有办公室、餐厅、档案室或花园等等，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风格和样貌。探索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的小道具。用途也都是非常奇特，像是铅笔其实是拿来解除陷阱的，而不是做笔记。另外，游戏中有多重结局，也有开放式的结尾。故事中没有太多惊吓的成分，比较多是讽刺社会的暗喻。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考虑考虑。再来是无精男孩逃税记，原价268，打4折以后只要107块台币，评价是5200篇的95%，压倒性好评，促销到1月28号截止。它是一款动作冒险类的游戏。
玩家要扮演一颗机灵可爱的吴青，因为逃漏税的关系被赶出家门，由于被视为威胁社会的违法人士，因此展开了像洋葱市长的还债之旅。旅途中要对抗危险的动物，并推翻租书政府，减轻人民的税务。游戏采用2D 像素的风格，内含解谜、搞笑、轻微犯罪等内容，配上可爱的蔬菜，带来了一种反差萌。战斗方面主要以冲刺做闪避、短剑为攻击手段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利用洒水器跟地面上的植物进行互动，它们会瞬间长大，成为你的障碍物或者是炮弹等等。而这些植物也是解谜的要素之一。完成任务会获得无数的帽子，可以为主角换上。虽然说只有外观上的改变就是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。那它的翻译呢是翻得很道地，有很多令人会心一笑的梗，而且还有迷因跟腹黑的剧情，旁白的戏份也不少，时不时会提醒你敌人像是瓜牛等等是吃素的。结局的部分会根据你的逃税程度或是帮大家的减税额度有所不同。总体玩下来比较像是轻松类型的疗愈小品，喜欢这类型的玩家可以趁这波打4折直接购入。然后这款真的是过年合家游玩的人类一败涂地，原价398打3折以后是19元，评价是136000篇的94%，极度好评，促销到1月24号截止。它算是一款多人的强大物理引擎益智游戏，玩家可以为角色设计出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造型。那主要玩法是以双手进行爬墙、举起道具或是控制开关等等。好像是操控人物的方式啊，非常新颖，分别利用左右键来控制左右手。游戏中有大量解谜，在这种高难度的操作下就会变得十分搞笑，加上几乎所有道具都是可以移动的，因此通关时间和游玩方式全由玩家的脑力和创意做决定。如果你不怕友情破裂的话，有兴趣的玩家一定要带着朋友们一同入手。不过它有个小缺点必须要提醒一下，就是它的伺服器啊有的时候不太稳，再配上它强大的物理引擎，常常会看到朋友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又或者穿模掉入地面等等。Cyberhook 赛博之钩原价268打25折以后只要台币67块，评价是1200篇的96%，压倒性好评，促销到1月28号为止。它是一款 3D 的第一人称跑酷游戏，主要利用手上的钩索飞跃地图以及手指雷射消灭敌人和破坏障碍物，整体节奏做得超级快速而且刺激，配上音乐就变得十分带感。游戏画面作为赛博风格啊，充满华丽的科技感，却也拿捏得相当好，不会过于花俏。地图上有的4种色块，像是人和钩索都可以接触的蓝色，能在上面奔跑的黄色，还有障碍物绿色，以及一碰到就会结束游戏的禁区红色。左下角会显示玩家的速度，有效运用钩爪可以大幅提速。最后通关时间会给予星等评价，你可以在不断的尝试中让每一个关卡都达到完美3星。同时它还有做全球排行可以让你挑战，而且厉害的是它有做出排行前几名的通关回放，关卡有将近80个。喜欢速度型的丝滑跑酷，可以趁现在赶紧入手。再来是联盟外传陨落王者，原价699打5折以后是349块台币，评价是8500篇的89%，极度好评，促销到1月23号截止。它是一款回合制的角色扮演游戏，是英雄联盟的衍生作品。想必大家对这个 IP 应该都是不陌生啦。那陨落王者也采用了同样的世界观，故事描述着好运姐、伊罗伊、布朗姆、派克、亚素、阿离这6位英雄，在各种因缘际会下形成了一个队伍，前去阻止瑟雷西在暗影岛上扩散的暗雾，以及化解这背后的阴谋。在游戏中，你可以自由将3位英雄组成一个小队进行冒险，并在地图上探索、收集道具和传说故事的碎片。其中也有不少的支线任务可以解，有一些地图还必须透过角色的特性才能通过，像是水沟就需要派出派克潜入。综合起来，内容算是真的不少。那战斗的部分就是采半回合制，会根据速度线决定角色的攻击顺序，里面也有一些祝福或是负面效果，像是毒气的设计。特别的是，这些大多都是敌我通吃的状态。那角色培养融合了原作的装备、技能、附魔、符文等要素，不过这些设计的差异性很低，而且游戏中不能随时更换队员，也不能进行传送。角色在休息点和战斗之间往来会花费许多时间，在 RPG 而言，这块算是比较可惜的一些缺点。所以以游戏性的丰富度而言，这个促销价位比较符合它原本应有的价格。孤山树匠原价468打5折是234元，评价是1500篇的91%，极度好评，促销到1月21号为止。这是一款卡通风格的山路自行车竞速游戏，玩家将要带着自己选的自行车，可以加速、跳跃或是滑行。唯一的目标就是从山顶安全抵达山脚。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玩家不死个几百次都很难顺利通关。到山下的路途中有一大堆的障碍物，像是石头、树木，不管这些物件的大小，只要你碰到，基本上就是输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不同的地形，像是
河流、山崖，一不留神就会直接从山顶重新开始。但死的越多次，就对地图越熟悉，也更容易找到快速下山的方法。这游戏还可以跟其他玩家竞速，地图也是不少，且风景做得不错。像三角冲刺时，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不断的死亡，两种天差地别的体验融合在这款游戏，有种让人不断挑战的魔性。在过程中也可以解锁更多种的自行车以及人物外观，算是一款轻松解压的优质好游戏。只要你不死到中风的话。医院计划原价378打4折以后是151元，评价是5500篇的88%，极度好评，促销到1月23号截止。它是一款高拟真的模拟经营游戏，里面设计的东西都非常真实，因为要做的事情爆炸多。大到盖医院，小到员工排班都有，其中包含建造大楼、设计医院、看诊流程和人资管理等等，所有大小事都由玩家一手包办。游戏中还有非常多的部门，每个部门都有必须建造的房间，要做的事情也都不一样，而且非常繁多，岗位必须细心分配，还有日夜班的班表排程。若没有足够的员工，合作效率会大打折扣。像是心脏手术的过程中，若少了一个医师，会大幅增加病人的死亡几率。每位员工的细节上会有不同的个性、能力，还有可能会有不为人知的怪癖，了解他们的专长才能人尽其才。那病人的病症呢，也是五花八门，每一种症状都有不同的检验方式和医疗设备，器材也是十分多元。没有医学背景的话，会需要看大量的说明文字，在娱乐过程中算是可以学到一些医疗的小知识，细节的专业程度让人怀疑开发团队是不是有医科出身的成员。萨纳比闪避刺客原价268打8折以后是214元，评价是2000篇的96%，压倒性好评，促销到1月27号截止。主角是一位带着女儿归隐山林的退役军人，身上伸缩自如的机械手臂帮助他立下了无数的战功，成为战场上的传说。某日利用对讲机和女儿玩游戏时，听见女儿那边缓缓念出萨纳比，他就赶忙回到了家。然而家门迎来的却是一场惨烈的爆炸，女儿的死亡让他绝望，于是决定接下了最后的任务，展开追捕神秘力量的萨纳比。游戏中采用赛博朋克的风格，主角灰暗的色调跟都市繁华的霓虹灯有着强烈的对比。那这款是由韩国独立团队制作的游戏，所以招牌上会有大量的韩文。在游戏内，玩家可以跑步、冲刺，或是利用机械手臂摆荡，抓住对手进行处决。战斗的过程中非常流畅，而且充满了帅气的动作感，但是要小心别荡进红色禁区，会对玩家造成伤害。打 BOSS 的时候也是非常考验玩家的操作跟反应力。游戏还有竞速模式，让熟悉操作的玩家可以考验一下自己运用机械手臂的能力。空中王国原价378打5折以后是189元，评价是1300篇的87%，极度好评，促销到1月24号截止。想必大家都有看过《天空之城》吧？是不是都很向往那种可以在天上飞的感觉？空中王国可以实现你们的梦想了。它是一款策略模拟经营游戏，让玩家在空中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。故事讲述着从前有个空中的强国，传授知识并与地面国家结盟，造就了当时的黄金年代。然而有天，空中王国却突然消失，其余的人类为了私欲开始争斗，互相孤立，空中王国带来的繁华也随之不见。玩家在织锦上获得了启示，并收到了复兴王国的预言书与这些古老科技的蓝图，于是展开了重建空中王国的旅程。在游戏中，玩家要透过居民收集木头、泥土等资源，同时也要注意粮食和水资源以及燃料，还要小心王国的承载量和移动速度，以及建筑跟螺旋桨的配置。稍有一不注意王国可能就会倾斜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满足国民的需求也是非常重要。满意度太低的话，居民还有可能会选择离开。游戏中也有外交的部分，可以跟地面进行交易，学习对方的技术，强化本国的实力。小缺点是建筑种类没有到很多，而且到中期资源会变得非常稀缺，难度就会直线上升。奇妙的是，这种模拟游戏竟然有剧情，音乐还做得不错。虽然说不会有重复去玩它的动力，但是它真的是款好游戏，尤其是在特价的时候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前面那个病房意识要玩补丁的话，记得要去揪人安装哦。2月2号的时候，我会在台北国际电玩展出没，想抽门票的同学们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栏，到上一期的周间特惠留言，并加个笑脸让我抓数据。我会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抽出4位，给你们数位的门票。那如果到时候在现场有遇到的话，也可以来打声招呼。我蛮好认的，大概180公分，然后满头金发，就跟行走的电灯泡一样。那感谢各位的收看，还麻烦大家按赞、留言、订阅支持一下。我是尼禄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